大家好，我是许剑桥。刚才大家看到的是观光局所拍摄的赞台湾旅行宣传片，影片里主打的正是台湾美食。根据观光局的统计，以小吃闻名的夜市始终高居旅客来台走访景点的人气王，美食也确实扮演台湾的外交大使，成为吸引国外旅客来台因素的第2名。在众多台湾美食里，台湾料理是一种标志台湾特色的菜肴，它与台湾历史的发展互相辉映。这一集的课程，我们就将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台湾料理的缘起。台湾料理成为一种独特的饮食类型，是从日治时期开始的。在台湾日日新报中，台湾料理一词是在1898年出现。那一年5月，我们就看到有一则新闻里面指出，嘉义举办的官方园游会设置有台湾料理店。因为对日本人来说，台湾料理是一种与日本料理以及当时已经出现的西洋料理不同风味、不同类型的菜肴。不晓得各位同学是否印象，2015年的世界博览会在哪里举行呢？答案是米兰，并且这一届的博览会的主题就是食物。台湾馆首次在博览会亮相，是1903年在大阪举行的第5次本国劝业博览会。这一次的博览会呢，还设立了台湾料理店。台湾料理成为被展示的地方文化。而从3月开店到6月底，来台湾料理店消费的民众将近有39000人之多。让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 menu， 可以发现台湾料理的食材是以海鲜和鸡肉为主，尤其鱼翅是当时台湾特产，相当中的一道桂花鱼翅就流传至今。由此我们可以知道，台湾料理不是一般民众食用的家常菜，而是宴客菜。台湾料理的消费者是经济条件好的日本人和台湾上层阶级，这也意味着台湾料理是与台湾的宴客文化一起发展出现的。而日治时期主要的宴客场所是酒楼，台湾料理作为日治时期的宴客菜，在1920年代的江山楼达到最高峰。江山楼的老板是吴江山，他花费10数万元，在今天台北市的大同区龟虽街和甘州街口新建了一栋红砖4层楼的建筑。这栋建筑物在1921年落成，在当时普遍是平房和2层楼街屋的年代，可以说是很宏伟的地标。里头设备极尽豪华。所以呢，饮食方面自是相当的讲究，像连横、蒋渭水就经常在这儿宴客。江山楼被视为台湾料理的代表，但它不是一开始就标榜卖的是台湾料理。从台湾日日新报刊登的广告可知，江山楼最初标示的是支那料理屋，它能与和洋料理界永远抗衡，也就是说，江山楼的菜肴自成一格，与日本的和食及西洋料理是不同的。但是后来因为某一个人的缘故，台湾料理的代表性逐渐确立了，江山楼的自我定位也逐渐改变。想请各位伙伴想一想，是谁有这样子的影响力呢？是日本昭和天皇，还是台湾第8任总督田健治郎，或者是台湾民族运动先驱蒋渭水？是他，
还是他呢？答案是大正12年，也就是1923年来台湾的日本裕仁皇太子，他也是后来的昭和天皇。他来台湾时是由江山楼负责御宴。根据台湾《日日新报》的报道，皇太子的饮食是由江山楼负责。为了准备御宴，厨师在1星期前就要隔离斋戒沐浴。而台湾料理御宴的菜单依序是：第一道菜是燕窝，接着大致是1汤菜、1干菜，有雪白官燕、金钱火鸡、水晶鸽蛋、红烧火翅、八宝菊蕖、雪白木耳。到第7道时，以点心炸春饼表示整套宴席已到一半了。下半席以鳖、海参、鱼为主菜，有红烧水鱼、海参竹茹、如意鱼粒鱼、火腿冬瓜。最后以八宝饭和杏仁茶为甜点，完成全餐，共13道菜。之后到江山楼吃台湾料理，几乎成为日本皇室来台的必定行程。江山楼作为当时台湾料理屋的代表，几乎是不可动摇，并且从昭和2年，也就是1927年12月10日起，江山楼主人开始在《台湾日日新报》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台湾料理的专栏文章，为台湾料理留下更清楚的论述。报纸上指出，虽然台湾料理刚开始是由中国传入的，但是在风俗习惯、气候、材料的影响下，料理中逐渐添加了本岛特色，于是呢，具有充分而独特的地位。报上还说，支那料理有北京、四川、广东、福建4大系统。台湾料理虽然有4大系统的元素，但正如菊越淮为止，经过风土习俗的改变，台湾料理早已和支那料理大为不同。江山楼主人并且将台湾料理分为4种：特殊料理、一般料理、当季料理与即席料理。所谓特殊料理，指的是食材昂贵的菜肴，像是烤乳猪、燕窝、鱼翅等。组成的菜就包括有雪白官燕、红烧鱼翅等。除了特殊料理，作者将其他的菜肴都归于一般料理。而作者对一般料理的介绍是以食材来分类，像是有鸡、鸭、蔬菜、虾、蟹等。光是鸡的做法就列出了20多种。另外还有许多费工、食材昂贵的菜，包括挂炉烧鸭、生炒鸠酥、水晶鸠蛋等。其中挂炉烧鸭据吴江山的食谱，是把咸菜呢塞进鸭子的肚子里，外面涂酱油，以烧红的炭烤40分钟，就可以片肉上桌。要吃的时候，再用2片吐司相夹，吐司上头还要涂番茄酱。这和我们现在普遍吃烤鸭是涂甜面酱配青葱的吃法是不一样的。当时这道料理应该有几分创新的味道，所以台湾料理这个概念是日治时期因为相对于日本料理、西洋料理而被凸显产生，并且呈现了从支那料理到台湾料理的转变。事实上，日治时期所称的台湾料理，菜色内容也包含了许多中国的地方风味，像挂肚烧鸭、东坡肉等。但由于政治上，日本人因为有将台湾与中国划分的需要，所以将之称为台湾料理。
后来则借由江山楼的阐释和文化展演，让台湾料理逐渐成为展现台湾的一项重要文化代表。台湾料理在当时的形象是昂贵的、精致的、高级的，从菜色、上菜的顺序都有一定的规范，吸引上层的阶级前往宴饮。所以，台湾料理是当时社会地位的象征，和今天我们说的清粥小菜、快炒、路边摊的台味大相径庭。事实上，一般的家常菜、路边小吃、办斗，才是多数老百姓的饮食经验，也是台菜的另一个重要面向。这个面向，因为日治时期与战后初期都不是台湾饮食文化展示的主要内容，因此未被命名。所以在这样子的脉络下，台湾菜要等到1950、60年代才成为比较普遍使用的词汇。而台湾料理借用日文“料理”一词，指称上层阶级在酒楼或宴席食用的菜肴。所以，台湾料理一词早于台菜，同时形塑出料理与菜之间具有不同的社会使用意涵和阶层性。当然，它更表示了台湾料理已经成为一种饮食类型，彰显出台湾料理文化的独特性。我是许剑桥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在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再会。